怪的暗號，只因我一對天眼始終大路，心思精細總有分數，當苦惱冤案總破得到，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卻步，只需要根據感覺他的引導，機警的我總有一套，問誰買力實力我認最好，逐步構思我分析圈中哪個可以，然而縱使身體此刻透支，來望我知穿梭空間太過勞儀，讓你知我話是追根究底，一心偵緝到底，絕對機警偵探出位，憑我事實上懷有絕藝，追根究底，始終偵緝到底，撞破艱險的計中計，憑我解開紫荊的這個謎。我怎么会坐在医院啊？我刚才明明去找甄向华，跟着我听电话，然后，怎么会这样？怎么好像什么印象都没有了？不过幸好毫无损伤，能站能跳，什么事都没有。哇，那辆车这么撞过来都没事，嘿，真是吉人天相。嘴干干的，不知道哪儿有水喝。劳驾，请问，护士姐姐，我想请问这儿哪儿有水喝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想喝水。喂，什么时代了，这种服务态度？郑义佩佩，怎么面对面也看不见我呀？怎么样，严不严重？是啊，怎么样啊？医生说他除了大腿和肋骨有一点点骨折之外，其他都没什么事。他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到现在还没醒。喂，你们到底在跟谁说话呢？我在这儿啊，你们看看我行不行啊？如果姐夫真的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姐夫，你不是说我吧？怎么会这样？那我算是什么？郑义，晶晶，我在这里，你看不见我，听不见我说话，怎么会这样？雨伞什么时候能醒来，真的很难说。你们知道了，人脑的结构真的很复杂，有很多事医学解释不了的。就怕他醒来，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对不起，没等行，我胡说而已。朗哥，他吉人天相，一定平安无事。姐姐，姐夫的情况现在这样，我们要不要通知 uncle 和子晴姐？我还不想惊动他们。子朗他这么疼我和宝宝，一定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我有信心他很快就会醒来。静静，你说的对，我怎么会扔下你跟宝宝呢？我能走出来，再回去不就行了？电影里就是这么演的吗？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没死，我为什么不能回去啊？我到底是人还是鬼？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宝宝，怎么吃饱了还不睡呀？还睁大着眼睛，是不想爸爸？你放心，爸爸很快就会回来，陪你跟妈咪玩。哎，我真没用，连你哭，我也不能帮你擦眼泪。哎。哎呀，幸好宝宝你有超能力，你可以看见爸爸。哎呀，宝宝你笑啊，你笑啊，你多笑笑，帮爸爸哄妈妈开心。宝宝你笑啊。宝宝想哄妈咪开心啊。宝宝乖，妈咪不应该哭的。
爸爸也不想看见妈咪不开心。爸爸不会扔下我们俩不管的，我们一定要笑着等他回来。我当然不会扔下你们了。不过我现在无能为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肉身。喂，晶晶啊，撒姨啊，怎么样？子朗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哎呀，你问的这么婉转干什么呢？直接问他朗朗醒了没有不就行了？我在说呢，你抢走干什么呀？喂，你关心朗朗，我还关心朗朗呢。放心吧，子朗他没事，不过还没醒。医生说他没有生命危险，不用担心。哎呀，晶晶啊，你也是啊，你不要太担心了。我想朗朗呢，他可能是因为感应的太多了，所以呢他的体力消耗过度，只是一时醒不过来。他充够了电呢，就很快会醒过来的了。说的容易，我上哪儿去充电呀？晶晶啊，你身边那个人是谁啊？怎么会有男人在说话？男人说话，就我跟宝宝2个人。苏碧，你是不是听见我说话？那个男人的声音又出现了。你完了你是不是有幻听啊？苏碧，你不是有幻听，你真听见我说话了。我是朗朗，苏碧。哇，喂，手机怎么嗡嗡嗡的？你从哪儿打来的？我不跟你说了，一会儿再打给你。拜拜。别挂断啊！也好，起码知道苏碧能听到我说话，也就有一些希望。苏碧，开门！你没听见外面有人在叫啊？神经病，半夜3更大声叫，没被人投诉过啊？苏碧，开门！不是吧？这么大声叫我开门，你都听不到？唉，你终于肯开门了吗？哪有啊？准是你做的亏心事多，就怕鬼敲门。哇，走慢一点就被你夹死！我又听到了，救命啊！喂，苏碧，哪儿有人呢？幸好我跟得紧。我呀，怎么还有啊？怎么搞的？我就不信你在被窝里躲一辈子。苏碧，你快滚出来！哼，终于肯出来了吗？哎呀，幸好还有这部耳机收音机，不行啊，以防万一要开大声点才行。哒哒哒！苏碧，听见我说话没有啊？啊，你这个是什么耳机呀？这么隔音？怎么会这样呢？我要不是要求飞天遁地，那怎么什么都做不了呢？他们也听不见我说话，摸不到东西，也不能穿墙，还要人家开门我才能上车下车，转了几10次，弄得一身大汗才回到这里，连一个3岁的小孩都不如，怎么办？啊，于所被撞的案子，你们查的怎么样了？我查过打电话报案的邮差，他说当时在附近送信，突然之间听到砰的一声，他回头一看，看见于四儿躺在马路之间，同时有一辆车高速逃离现场。由于那车当时速度太快，所以他根本看不到他的车牌和司机的样子。根据邮差提供的车身颜色，我们警方在离那儿没多远的山边找到一辆被人烧毁过的可疑车辆。我详细核对过那辆车的车胎和保险杠损坏的部分，证实那辆就是撞倒于 Sir 之后不顾而去的肇事车辆。在我们的追查之下，发现这是一辆遗失车辆，差不多在于 Sir 出事的时候，有人报警说停在路边的车被人偷了。我验出这辆肇事车辆司机位的车窗曾被人刻意打烂，车门锁也被人撬开，很明显是偷车的行为，跟车主的口供吻合。而我们也查过，这辆车的车主是一个地产经纪，当时呢，他跟客人去看房子，初步应该没什么可疑。H，你在车里有没有其他发现？由于这辆车被人放火烧过，尤其是司机位，几乎已经全部烧毁，所以没办法套取任何指纹。还不是有阴谋，摆明了是想烧毁证据。看来这不是什么普通的撞车事故。就算那个犯人真要偷车，遇上于 Sir，他也不需要撞倒于 Sir这么夸张啊。难道有人想要杀于 Sir？ 有什么人敢这么做啊？还用问？肯定是甄向华。班长，你怎么回来了？是啊，你不是在医院陪于 Sir 的吗？医院里有很多人陪着于 Sir，
我想于 Sir 更希望我们尽快抓到开车撞伤他的凶徒。麦德，你说这件事是甄宪华做的？这件事在甄家大宅附近发生，于 Sir 无缘无故去那里干什么？肯定跟甄宪华有关。是啊，战士帮、柏芝，你们不是在查那个荒山烧尸案吗？于 Sir 说想让我们俩多学习学习，所以叫我们查曾国富的命案。怎么这么巧？什么这么巧？于 Sir 出事之前曾经打电话问我关于曾国富那些遗物的事。他问来干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记得于 Sir 听到曾国富的遗物里有一道平安符的时候，好像特别兴奋。平安符？哦，我想起来了，佛堂的经理说过，出事那天他给了甄宪华2道平安符。有这种事？麦等行，有些事可能你还不知道。什么？子朗他真有感应？他为什么要瞒着我？我想可能跟他做梦看见小姨有关吧。那他也就是相信梦里小姨说的话是真的。这也不能怪朗哥，你知道啦，你一向对甄向华的反应那么大，如果让你知道他跟曾国富的死有关，还不发疯啊？那他还自己去查？朗哥是警察嘛，他知道这案子有疑点，难道坐视不管吗？哎，这都怪我不好，要不是为了我，他就不会查这个案子，那就不会出事了。Madam，行，你别怪自己，真正要负责的应该是开车撞于 Sir 那个人。你说的对，我们不能任由那个坏人逍遥法外。你不是想说，开车要撞死于 Sir 的，就是甄向华吧？不是他，还有谁呀？不错，于 Sir 当天呢的确来找过我，之后我看新闻才知道发生意外，其实我心里也不舒服。你心里不舒服，你不用再装蒜了，根本就是你开车撞伤他的。麦等，你先冷静一点。我知道于 Sir 呢，他现在还昏迷不醒。麦德，你心情不好，对我有误解，我明白。但是于 Sir 这件事与我无关，与你无关。麦等，让我来啊！甄先生，我想问问你，于 Sir 那天来找你干什么呢？于 Sir 怀疑我那天在佛堂外边把我爸爸推下台阶。那事实上呢？事实上是一场误会，幸好最后于 Sir 也发现自己弄错了。弄错？你说什么？那个佛堂经理亲口证实，当天在你爸爸出去讲电话的时候，他给了你2道平安符。可是你说你在你爸滚下台阶之前没见过你爸，我们偏偏在你爸身上找到其中1道平安符，你还说你没撒谎？我想，如果说你们俩不是两口子呢，真是没人信的。你的推论呢，跟于 Sir 一样，不过同样犯了一个错。那2道平安符仍然在我这里，我根本没有给我爹地。于 Sir 那天知道自己弄错之后，临走前还跟我 say sorry。如果你们俩不信的话，可以问我的佣人，是我送于 Sir 出门口的。我问你，于 Sir 出事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没必要跟你们交代。你不说，你根本就没有不在场的证据。那不止我，很多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据。Madam 是不是都要抓回去一个个审问？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件事。你那2道平安符呢？我们要拿回去化验。行，但是我告诉你们，这2道平安符呢属于私人物品，如果你们要的话，出示搜查令。哦，你想要搜查令吗？我们马上回去申请。提醒你们，最好快点，因为我不担保这2道平安符会继续在这儿。你想毁灭证据？Madam，你也别这么说，我只觉得这2道平安符呢根本不能保佑人，还连累了于 Sir， 我觉得很不吉利。你这个死民警！你可把死缠着富儿不放，我不会让你再伤害富儿的。他已经死了1次，不能再死第2次。爹，妈咪不要！松手！妈咪不要！哎呀，儿子，哎呀，妈咪不是生气了啊！不要怪妈咪。妈咪没事吧？妈咪没事。Madam，你们先走吧，不要再刺激他，我不想伤害你们。你没事。我怎么在厅里睡着了？我是灵魂吗？我也要睡觉啊！哎，准是昨天用完电，所以要充电。啊，你看你一大早就戴着耳机。牛魔王，猪胆鼻。哎，你肯摘下耳机没有啊？怎么收不到了？
听完没有啊？搞什么嘛？我可以干扰电波吗？那难怪我昨天一走进晶晶的手机，她的手机就嗡嗡嗡的响。哎呀，又来！苏碧，你不用怕，我是朗朗，我有事要跟你说。不要啊！哎，救命啊！哎，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呀，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不要念经了，我是人，我不是鬼。哎呀，鬼啊！哎呀！观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苏碧啊，现在全世界就你一个人能帮我了，我是朗朗啊。你真的是朗朗？我真不明白了。你说别的人呢都看不见你，听不到你，为什么只有我才能听得见你说话呢？哦，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既然让我遇到一个跟小姨一模一样的你，冥冥中就自有安排了，说不定你真是小姨投胎转世呢。喂，慢着，你认识小姨的时候，我已经出来骗饭吃了，怎么会是小姨投胎转世啊？那有什么好奇怪的？投胎转世这种事，我跟你都没试过。哎呀，好了，当我真的是小姨投胎转世，那怎么样才能救你呢？哎呀，泼米不行，试试泼符水。怎么回事吗？我已经照天书所说的做了，连符水都泼了大半桶了，怎么还是不行啊？也就是说你是半桶水，没本事。你说我半桶水，我现在进去打1桶水出来，看看你怎么样。我左眼看见鬼了！什么？灵魂出窍？是啊，朗朗还让我告诉你，他现在没事，只不过暂时回不了自己的肉身。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在找我老爸的天书了，一定能找到办法帮他回到他的肉身的。你说真的？嗯。那他现在在不在这儿？在你身边喽。怎么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是啊，为什么晶晶看不见我啊？哎呀，最开始呢，我只听到他的声音，看不见他。但是他触电了之后呢，我就忽然看见他了。朗朗说他以前就是这样看见小姨的。但是我怎么连他的声音也听不见？难道我跟他签了不对？啊，我想起来了，苏碧，我当年就是抓着晶晶的手就看见小姨了。我们这次也照样再来她一次吧。这样啊，那我试试看喽。看什么看啊？没见过电视天线手提包啊？最新款的。神经病！人家看2眼，不用这么凶。还说呢，都怪你们啦！要我背着这个电视天线这么老土。没办法了，谁要我们试遍那么多方法？只有拿着这根电视天线才有效呢。你就将就一下吧。哎呀，求求你们有什么事就快点说吧！再这样下去啊，人家真以为我疯了，送我去疯人院啊！行了，你呀，干什么一个人去找真相华？现在出事了，你开心了？也不是很大的事啊，我暂时回不了我的肉身而已。也总算捡了一条小命啊！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肉身啊！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有什么3长2短，我跟宝宝怎么办 ？Sorry 啊，我真不想看见你有事嘛。子朗，我们俩是夫妻，以前有什么生死大劫，我们都一起冲过去，现在为什么不能一起面对呢？一起面对？不错，我们不能向命运低头的。既然我们知道这次大劫的源头极有可能是真相华，我们更应该一起揭穿他的真面目，把他绳之于法。你说的很对，这个世界没有改变不了的命运，只有不肯努力改变命运的人。舅舅，我这次叫你来是希望你照我的意思帮爹地筹备丧礼。丧礼的细节、宗教的仪式、棺材的式样，我已经写下来了。舅舅，记着，照我意思做，明白吗？行了。还有啊，别随便跟人说，你只要好好的做，我会跟双说，让你回真实。喂，那好啊。那说真的，
你那个挂名弟弟对你真的挺好啊，他不止找律师申请你出去给你老爸办丧事，连丧礼这么大的事啊，他也叫你拿主意。我怎么说也是长子嫡孙，我帮爹地筹备丧礼也是应该的。哎，但是他对我这个挂名舅舅就不好了，要不是那些警察证据不足，你舅舅我还在里边坐牢呢。可能香跟我是同一类型的人，从小到大都被家里忽视，他真的很理解我的感受。他知道 Fred 死根本就不能怪我，他上次来看我的时候还跟我说，以往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忘记他。双有没有这么大量啊？不管怎么样，我真的很希望丧礼那天快点来。我想出去见见我的朋友。什么？让我们陪真相官回去奔丧？没办法，法官批准了他的申请，放他几个小时回家奔丧。那现在鼎爷就下了命令，要我们 DIE 负责沿途押送，确保整个过程没有意外发生。为这种事不是惩教署的人负责吗？呵呵，惩教署推给重案组，重案组就推给我们，说谁有空就谁做。那人家也真是说的没错，我们有些同志真是很无聊，没事干啊。其实不要紧的，也是我们的分内事嘛。也好，押真相官回去奔丧，我们可以再去一次甄家，暗中查查真相华有什么扩展。不错，虽然找不到那个坏蛋撞鱼刺的证据，但搜查他有没有色情光碟、盗版碟、BT， 总之要弄得他有麻烦为止。你们现在还怀疑双啊？双叫得这么亲密，你不要忘了，你上次差点栽在甄相荣的手上。我不是说帮着他，那事实上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证据吗？没有证据那就去找咯，找到证据就不用让人说我感情用事了。哎呀，可惜于 Sir 还没醒，要不然呢，直接问他就一清二楚。你们想跟于 Sir 直接说话吗？那就试试我这部植物人电波仪。怎么看都像收音机。它的确跟收音机的原理差不多，不过它接受的是脑电波。詹士邦，你那玩意儿行不行啊？哇！喂，关上它，快关上它！难道我的机器失灵了？又没事了。喂，干什么？干什么呀？什么？于是他灵魂出窍。妹子，你说真的？你们不信啊？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的。那，听着啊，子朗，你听到就走过来吧。我做了应召五男了。做得好，你可以走开了。干什么？你们不信啊？信啊，怎么不信？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我终于可以跟莫探员平起平坐，拥有自己的 X file 了。哎呀，你别玩了，Madam 行啊，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到底于 Sir 他现在是人呢，还是鬼呀？哎呀，我又没死，当然不是鬼了。也许可以这么解释，于 Sir 现在的状态就是一种在空气中游离的脑电波，我们一般人呢接收不到他发出来的讯息，只能靠我发明的植物人电波仪。喂，但是这部什么电波仪呢？刚才只收到了 VVV 而已嘛。那是因为频率不对，只要我调对于色脑电波的频率，那我们自然就可以对话了。对了，那这次就靠你了。希望你不要让晶晶失望。哇！喂，先关上它。喂，你这个耳机真能收听到于 Sir 说话？当然还要靠我这个2.0版迷你植物人电波仪帮我转播了。你们一人一个啊。只要我把这个电波仪放在身边，就会把接收到的讯息转接到你们的蓝牙耳机里面。由于我的电波仪呢是同步的，所以我这只要调对了，你们俩自然就会收到相同的讯息。于 Sir， 如果你听到我说话，麻烦你配合一下。Testing。大口广，你真的不帮我，小心我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听到女鬼的声音啊！不好意思，我调错了电视台重播的那套大闹广场楼，我再调调啊。于 Sir， 我们再试一次啊。晶晶，你听不听得见我说的话？我听到了，我也听到了。我的发明真的成功了，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说话了？子朗，晶晶。
小，你这个坏人，你还回来干什么？你想对 Fred 怎么样？妈咪呀，你马上走！妈咪，他怎么说也是甄家的长子嫡孙，他来给他老爸奔丧，天经地义的。算了，舅舅，我告诉你，如果你再对 Fred 有什么不利，我不会放过你的。不会的，妈咪，不会的，妈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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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妈，你听我说，妈，我们去花园走走好不好？正义，他不会对 Fred 不利的哦。当然不会了。这样吧，我陪你出去看看花，看看好不好看。好啊，好啊，走走走。今天很感激大家来送家父最后一程，我在偏厅准备了一些茶点，你们可以过去慢慢享用。各位，请跟我过来。Madam， 我想见我爹地最后一面。美人小凤姐，你们陪他去。 Yes, madam. Madam， 今天辛苦你们了。不辛苦，这是我们的职责。那你自便，我去招呼客人了。子朗，子朗，我在这里呀。甄向华走开了，我们去书房看看。哎呀，别走那么快，我不会飞。那道符我记得他放在电脑下面的抽屉了。没有啊。 金匠，你看看桌子上烟灰缸里是什么灰啊？可恶，那坏蛋把符烧了。Madam， 你好像对我的书房情有独钟啊。我问你，为什么烧了那2道符？是不是做贼心虚，想毁灭证据？那2道符呢？是我爹地的遗物，他今天要出殡，我烧给他很正常啊，不用先问你吧？我没记错的话。 Madam 今天好像只是负责送我大哥回来奔丧。这里是我的书房，你没问过我就进来，这算不算擅闯民居啊？你，晶晶，冷静点，别中计。你别这么得意，我一定找到证据治你罪的。可惜我不能碰你，不然我一定帮晶晶踢你一脚。 他这么镇定，搞什么呢？美人，西式丧礼真不错，又有吃的，又有音乐厅。嚯，我百年归老来一顿，真是太棒了。可惜你的棺材本啊，还不够人家买一块黑松露呢。哇，鱼子酱这么大颗，棒啊！哦，咖啡棒啊！喂，你们俩怎么坐在这里吃东西？真像话吗？他说他想自己一个人对着他老爸。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他喽。是啊，他进去多久了？不是很久吗？哇，20分钟了！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甄向光，到时间了，喂，走了。不对劲儿，正义。可恶，甄向光爬窗跑了。 不可能的！我刚才检查过窗户，明明锁着的。我搜过他的身，他没钥匙开窗走的。没了，我到处找过了，没有地方可以躲藏。正义，你跟小凤姐马上出去看看能不能截到甄向光。美人，打电话回去找罗瑟增援。Yes, madam。这把锁没被人敲过。发生什么事了？我大哥呢？我们怀疑甄向光越押潜逃，现在正在拘捕他。 甄向光潜逃怎么走的？当然是爬窗走的了。我问你，甄向光为什么会有这窗子的钥匙 ？Madam， 是你们负责从监狱里把他带回来的。你问我啊？但是我真想不到，大哥口口声声说给爹地风光大葬，可是居然拿这个丧礼来做借口，来越狱。甄向光现在不见了，我们要封锁整个甄家大宅进行搜索，所有人暂时不能离开这里。Madam。 你要搜尽管搜，但是今天是我爹地入土为安的大日子，我不希望他受到任何骚扰。妹的，死尸流眼泪啊！怎么会这样？我死了也会哭啊！你们看见了，我爹地现在很不高兴。总之，我爹地今天出殡的仪式一定要按时进行。现在神父要给他进行最后仪式，请你们出去。
我已经找遍整个甄家大宅，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都找不到真相光。我问过他们，他们也说没看见。我找过花园外边，也没发现；找遍窗户下面的草地，也找不到脚印。真相光真狡猾，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我开车绕了几个圈，沿途也看不见真相光。我已经通知了这区的同事，叫他们增设路障，看看有没有可疑的车辆，但是暂时还没有发现。我也通知罗 Sir 了，罗 Sir 叫 Madam 行呢？Madam 行呢？在这边通电话。怎么样，皮？找到没有？H. Tofi， 美国有份医学报告提过，人在临死之前，有可能因为情绪激动，以致有泪水涌到眼睛的玻璃体以及内眼睑之间。但是由于那个人这么巧断了气，所以眼泪就没有流出来。不过如果这个人在死后遇到外力碰撞，眼泪就有可能流出来了。外力碰撞，那很明显，甄国富的尸体被人移动过。在那间房里只有真相光一个人，除了他，也没别人动过甄国富的尸体了。我知道真相光躲在哪儿了。Madam，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到时间送我爹地去坟场了。我们现在怀疑真相光就是躲在这副棺材里，所以要搜查清楚。这副棺材你一眼看遍了，哪儿还躲得了人呢？正义，做事。没了，有发现。哼，还找不到你。皮，真相光他到底怎么死的？这个问题应该问你们自己。高 Sir，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你们 DIE 是负责押送真相光来奔丧的，理应寸步不离地盯着他。怎么可以连他死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还有我们重案组帮你们善后啊！皮耶，你说说真相光的死因。根据初步验尸显示，死者眼球毛细血管爆裂，皮肤呈现紫色，初步推断可能是缺氧窒息致死。不过详细情况还要回去解剖尸体才可以确定。I see。那见证方面呢？我在棺材的暗格里面，隔音棉表面发现有被人抓过的痕迹，而在死者的指甲里也找到相似的纤维，加上死者的手脚也曾经有撞击过的淤伤，我怀疑是死者死前挣扎所留下的。那也就是说，真相光躲进棺材的时候还生龙活虎了。说的全是废话。还有，我在棺材的暗格里找到几组指纹，当然有可能全部是属于死者真相光的，又或者是做棺材的时候那些工人留下的。最终还是要回去对比过才可以肯定。不过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从棺材里面，这木门是没办法打开的。换言之，如果死者躲进棺材的暗格里，而外面又没有人帮忙的话，根本不可能出来。哼，所有谜团已经解开。真相光是利用单独平掉他老爸的时候就实行他的逃跑计划。首先，他用收藏好的钥匙打开窗户，让大家以为他是从窗户那儿逃跑的，然后偷偷躲进那个暗格里。他以为棺材运去坟场的时候就可以逃跑，谁知道天网恢恢，原来那个暗格是不透气的，他就活活的在里面窒息而死了。这个棺材的暗格虽然铺了隔音棉，但是在上下夹层之间有很多透气孔，我想就算躲在里面几个小时，应该也不会这么容易窒息的。Isaac 果然精明啊，这也难不倒你。不过不管怎么样，虽然暂时不知道真相光为什么会窒息，但是很明显，这副棺材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特别定造的。试问真相光身在监狱，怎么可以做这么多事呢？啊，所以很明显真相光是有同党的。我问你，真相光无缘无故要你在棺材里加个暗格，还那么大可以躺一个人进去，你一点也不怀疑？有是有，不过 Roy 说，如果这次丧礼我办得好的话呢，他就替我跟 Sean 说好话，让我有机会回真市吗？我哪还敢乱问他呢？你还在这撒谎！事实上，你就是听了真相光的指示定造棺材，想借这次丧礼帮他逃跑。谁知道结果他在棺材里窒息了。你不想惹祸上身，所以就死不承认与这件事有关。喂，冤枉 Sir，Roy 的死真的与我无关呐！关不关你的事，把你带回去问问就知道了。啊，Janet Jackson，
骆先生，请你跟我们回重案组协助调查。去警局？我不去警局，不去警局呀！我调查，麻烦你跟我们回去，正面合作。还在这装病？他不是装病，他真的喘不上气，还不叫救护车？什么？真相光不是窒息致死？什么 excuse？ 当时根据尸体表面情况，我的确以为真相光是窒息致死。不过经过详细解剖之后，我发现死者气管发炎红肿，完全不像一般窒息致死的症状。后来我做过 IgE 水平测定和血清药敏性试验，终于肯定死者是由于花粉敏感症导致过敏性休克致死。Janet Jackson 和洛宾拉扯一会儿，洛宾就哮喘发作。难道洛宾跟真相光一样也有花粉敏感症？有这个可能。Janet 和 Jackson 接触过曾国父的那副棺材，沾到花粉并不奇怪，所以引致洛宾花粉敏感症发作。花粉敏感症是一种家族遗传病，洛宾是真相光的亲舅舅，极有可能得到相同的遗传。真相光算不幸了，竟然被自己设的计害死了自己。我看不一定。我记得美人说过，让真相光留在那间房之前，他们查过那间房，窗户是锁着的。而且也搜过真相光的身，什么也没发现。但是在我们撞门进去之后，发现那个窗户是打开的，而窗户的钥匙在窗户外面的草丛里找到。你是说有人先把窗户的钥匙放在房间里给真相光？说不定就是放在棺材的暗格里。如果真相光有同谋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真相光的死就多了一个可能性。比方说，真相光的同谋早就知道他有花粉敏感症。所以就将计就计，用那些玫瑰花杀死他。哼，托付，Madam 秦跟雨伞跟得多，连推理也是这么厉害啊。但是应该怎么解释？真相光明明知道自己有这么严重的花粉敏感症，还仍然敢钻进那个布满了玫瑰花的棺材里呢？难道他真是活腻了？喂，是 IC。什么？有这种事？啊！我在曾国父的棺材里，除了找到大量的玫瑰花花粉之外，还找到少量的百合花花粉。但是在曾国父的棺材里只铺满了白色的玫瑰花，这也是我觉得不寻常的地方。以数量来看，百合花的花粉应该是有人刻意放进去的。Yes， 这样就可以证明，真相光为什么知道棺材里有玫瑰花，还肯钻进那个暗格里。因为引致他有花粉症的并不是玫瑰花，而是这期百合花。这个洛宾真倒霉，上次被怀疑谋杀曾国父，现在又被控告谋杀真相光。洛宾倒不倒霉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假设他没撒谎，也就是还有一个人知道真相光会利用这次的丧礼躲在棺材的暗格里逃跑。这个人挺细心的，知道用隔音棉铺满暗格，一定是怕真相光花粉症病发的时候发出声音惊动其他人。这个人呐，可以在事前放下窗户的钥匙，还可以呢事前把花粉放进棺材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甄家的人呢。大家说了这么久，好像洛宾的嫌疑呢就最大啊。你们不要忘了，洛宾自己也有百合花花粉敏感症，他把花粉放进棺材里，就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他可以像董太太当年巡视非典那样，把自己穿得像太空人一样，不就什么事也没了？杀人呢是要讲杀人动机的，洛宾杀了真相光，对他有什么好处？会不会洛宾上次把曾国父推下台阶的事让真相光知道了，所以他杀人灭口呢？还有啊，那个真相光啊，既然叫洛宾帮他安排潜逃，外面一定藏了一大笔钱，所以那个洛宾看在钱的份上杀他灭口喽。说到现在，最大嫌疑的人啊，始终还是洛宾。不管怎么样啊，那这次真相光在我们 DIE 眼皮底下被人谋杀，这是奇耻大辱。我们要挽回我们 DIE 的声誉，一定要比重案组快一步破案。好，那我跟柏芝去甄家问问佣人，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 Go， 我也去看看洛宾这2天在干什么。OK， 我跟小凤姐去监视真相华。Go Go Go Go， 我也要跟鼎爷交代这次的事。没有感应，气死我了！怎么会没有感应呢？我现在只不过是电波嘛，又不是肉身，感应什么？
以前最不喜欢感应，现在让我选，我宁愿像以前古灵精怪，也比现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像什么好。苏碧，你找到方法帮子朗回肉身没有？哎呀，这种事不能急着啊。喂，你看了几天了？到底你是不是真的想帮子朗？我怎么不想帮他？我老爸给我留下这么多秘籍要看完，当然要时间啦。那这就说过了，灵魂怎么可以上其他人的身？但是就没有说到怎么可以回到自己的肉身呢？上身？喂，我回不了自己的肉身，暂时上别人的身也可以呀。是哦。原来我老爸在这本秘籍后边写了一行笔记，说上身的先决条件呢，就是要有天时、地利和人和。一会儿时辰一到呢，那个有缘人就会出现了，他的脚一踩上这个叉叉这里啊，当然你就可以上他的身喽。那有缘人什么时候出现？就在一个时辰里面，他随时都会出现的。你一会儿呢就站在一旁，那个有缘人出现的时候呢，他就会站在这个红色的叉叉上。到时候你记住啊，你就飞扑过去抱着他，知不知道？那一会儿呢，我跟晶晶躲在一旁看你就行了啊。那我们大家保持联络不就行了？哦，over。少粉。喂，他们是不是有缘人呢？子朗有没有上他们身？你镇定一点啦，那两个人是路人甲乙嘛，你不要那么紧张啦。一会儿朗朗上了身，就自然会来找你了。那我看不见嘛。哎呀，正义，你叫我买那些花菇和蚝干呢？我已经买了，你放心吧。难道苏碧说的那个有缘人就是正义？哇，好啊，正义会武功，子朗上他的身不就文武双全了？我来啦！怎么样，子朗，是不是成功了？你说什么？我是正义呀！啊，你是正义，那子朗呢？晶晶，我在这里。这么捉弄我！不必你解說古怪的暗號，只因我一對天眼始終大路，心思精細總有分數，當父老冤案總破得到，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卻步，只需要根據感覺他的引導，機警的我總有一套，問誰賣力實力我認最好，逐步構思我分析圈中哪個可以，然而縱使身體此刻透支。來望我知，穿梭空間太過樂意，讓你知，我話是追根究底，一心偵察到底，絕對機警偵探出位，憑我事實上懷有絕藝，追根究底，始終。